欢迎来到扭转乾坤，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。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。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一支属于最近蛮火热的一个领域，也就是化学领域。但是片长关系，我们将把这个系列分为几支影片来完成。那么今天小片我将会继续来探讨 NILEX 的母公司 Encom 和他们之前发生的故事，然后再来分享一支算是马来西亚化学领域龙头的一家公司。那么开始前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、点赞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，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远，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哦。那么上期说到 Encom Berhad 这家公司，也就是 NILEX 的母公司，他们是直接持有 NILEX 的 18.38% 的股份，和间接通过 Rodemark Development Sdn Bhd 持有 NILEX 32% 的股份，所以总的来说 Encom 一共持有 NILEX 50.3% 的股份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Encom Berhad 到底旗下都有哪一些业务。首先主要的业务就是他们的 Industrial Chemical 业务，也就是如上集所说到的那些化学产品，而他们的第二项业务就会比其他化学公司的产品来的特别，也就是他们的 Agriculture Chemical 业务，主要是制造、生产、贸易与批发农药，包括除草剂、杀虫剂、杀菌剂和防蚊剂等等的产品。那么至于他们其他的业务，还有 Logistic 物流运输、Polymer 聚合物、Media 媒体等等。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表现如何？首先他们的收入是从上个季度的 357.3 个 million 上升到了这个季度的 389.2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31.9 个 million， 8.98% 的增幅。而盈利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6.2 个 million 上升到了这个季度的 7.1 个 million， 一共增加了 0.9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14.5%。至于盈利率则是小幅上升了 0.1 个%。那么 Encom 和上集分享的 NILEX 有着的相似之处，就是他们都是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受到了疫情的影响，然后在2021年开始复苏。那么 Encom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他们的工业化学领域，一共占了717个 million 的收入，占了总收入的 65.6 个%。而第二大的业务就是他们的农业化学业务，一共占了他们收入的252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23%。其余的投资、物流、媒体和聚合物收入都只各占了 1.3%、2.5%、1% 和 6.3%。所以他们的化学业务还是主要的收入来源，而影响这些收入的因素都在上期为大家讲解了，还没看的朋友们可以回到上支影片观看哦。那么今天的重点来了，上期影片说到 NILEX 和 Encom 之间到底有哪一些故事呢？这里就来为大家讲解吧。首先，故事的开端就是 NILEX 在去年2020年7月16日宣布 Encom Berhad 和 Encom 的另一家子公司 Encom Logistics Berhad 提议将 Encom Logistics 的全资子公司 Synergy Translink Sdn Bhd 的全部股权出售给 NILEX， 而且董事会也已经在2020年7月15日原则上批准了这项收购，但必须遵守 NILEX 和 Encom Logistics Berhad 在稍后日期确定的条款和条件。那么这项建议主要是用于重组他们的业务，因为 Synergy Translink Sdn Bhd 主要是做化学运输和储存设备的业务，而 NILEX 收购了他们之后，就能成为一站式完整的供应链，也就会拥有自己的批发、运输和储存设备。而完成收购后 Encom Logistics 也将成为一家空壳公司。那么相信有关注的朋友们都知道是谁有意将 Encom Logistics 的壳买下来吧？那就是 S5 Group。他们是一家从事数码电子解决方案的一家公司，而股东就有 S7 Holdings、MyEG 和 Merrington Asset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有时间，小片我将做一支特别的影片来讲解这个反向收购案。那么你们以为 Encom 的脚步就停在这里了吗？当然不是，就在不久前 Encom 就提议将把 NILEX 旗下所有的资产和债务收购到 Encom 旗下。也就是说，经过这个收购案之后， NILEX 将成为一家只有现金但是没有主要业务的公司，而这也就可以让 NILEX 去重新收购新的业务，这也就是故事的来龙去脉。但是 Encom 如此大费周章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这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
那么说完了 Encom， 我们就来聊聊化学领域的龙头老大哥，也就是小片我看到许多人要求讲解的一家公司。那么今天就来满足你们哦，那就是 LC Titan， 全名为 Lotte Chemicals Titan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了解这一家公司。他们是马来西亚第一家独立的聚烯碘 Polyolefins 生产商，也是东南亚最大的烯碘 Olefins 和聚烯碘 Polyolefins 综合生产商之一。此外 LC Titan 也生产最全面的聚乙烯 Polyethylene 和聚丙烯 Polypropylene 的产品组合，这也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两种聚合物。相信大家对这些名词都很陌生吧？那么现在就来带大家进一步了解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了解他们的第一项业务，也就是 Polyolefins Products 聚烯碘产品，主要分为两种，一种是 Polyethylene， 而另一种则是 Polypropylene。那么我们先来了解 Polyethylene 聚乙烯，它们是这个世界上使用率最高的耐热塑料，它们主要被分为三种，也就是 HDPE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、LDPE Low Density Polyethylene 和 LLDPE Linear Low Density Polyethylene。 首先来说 HDPE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， 它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具有高韧度和强度，并且具有更高的抗热功能，所以通常被制成食品容器、瓶盖、饮料杯、安全帽等等的产品。那么接下来 LDPE Low Density Polyethylene 的特点则是更易于加工，而且具有良好的强度和透明度，所以经常被用于制造食品的包装膜、个人护理用品的塑料瓶、冰袋、托盘收缩包装等等的塑料产品。那第三种就是 LLDPE Linear Low Density Polyethylene， 它的特点就是拥有更高的耐化学性，而且熔点更高，所以适合用于制造更高强度的膜片，也就更适合用于制造垃圾袋、家庭用品、碗碟等等的东西。那么说完了 Polyethylene， 我们就来了解第二种，也就是 Polypropylene。 它们的主要特性就是轻盈而且透光，所以用它们制成的产品就有地毯、室内装潢、家庭用品、汽车电池盒、踏板和保险杆等等的用具。那么说完了他们的第一项业务，他们的第二项业务就是他们的 Olefins 烯碘和他们的衍生品，也就有乙烯、丙烯、丁二烯、树丁醇苯和甲苯。主要的衍生品就有麻醉剂、合成橡胶、溶剂、脱漆剂、润滑剂、洗洁精、印刷油墨和粘合剂。所以可以见得他们的产品的衍生品基本上遍布各种日常用品。那么介绍完了他们的主要产品之后，由于片长的关系， LC Titan 的更全面分析将在下一期为大家揭晓哦。期待的朋友们可以到留言区打上 LLL。 此外，如果你们想要听小片我在这个化学公司系列里讲解哪一家化学公司，也能在留言区告诉小片哦。下期更精彩，请敬请期待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